位观众老爷大家好，上期视频结尾留下了许多的悬念，有的小伙伴很担心我挖了那么多坑，下一个视频根本填不完。对此我只想说，我原本就没打算能一期讲完，所以这个系列可能还需要好几期。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聊聊60年代在部落各种族间发生的故事。上期视频的末尾我们说到，海军上将戴林率领舰队驻扎塞拉摩，意图消灭部落。萨尔向吉安娜提出让部落进入塞拉摩，杀掉他父亲的不情之请。吉安娜面对萨尔的请求，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他明白部落在萨尔的治理下早已是今非昔比。在过去与燃烧军团的战斗中，他与部落并肩作战，见证了部落战士们的英勇与荣耀。他很清楚萨尔提出请求的目的，只是想要终结联盟与部落间的仇恨之轮。在他看来，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只会削减双方的力量。况且现在还有天灾军团以及其他威胁仍在艾泽拉斯肆虐，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真正的敌人。其实他也曾试图说服父亲，但戴林将军却拒绝听从劝告。无奈之下，吉安娜选择了相信萨尔，同时他请求部落放过塞拉摩的人民。随后部落的军队便向塞拉摩发动了进攻，向戴林发起最后一击的是雷克萨，但雷克萨明白仇恨之轮并不会因为这次战斗而终结。在战斗结束后，部落将城市交还给吉安娜，而戴林舰队中的船员大多数选择返回库尔提拉斯，因为戴林不仅仅是联盟中的军事领袖，更是库尔提拉斯王国的统治者。库尔提拉斯的民众纷纷呼吁为戴林的死复仇，但联盟中的其他成员却并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亡灵天灾的入侵让联盟元气大伤。而其他人类王国的领袖则认为，这场鲁莽的战斗是戴林咎由自取的结果，于是怒火中烧的库尔提拉斯退出了联盟。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开始记恨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这个背叛了自己家族的女儿。因为他的离开，为何哦，大海的女儿，为何昨日时光你都忘记？我们的荣耀因为你而存在，为何一去不返？当他远离，穿越深海西行，父亲随他而去，扬帆千里，只为把他找寻，期盼女儿平安。乘风破浪，来到遥远陆地，危机在等待。当他面对敌人势如潮水，女儿却袖手旁观。深埋在海底的伤悲，家人背叛了罪，化作对同胞绝望的呼喊，相信了大海的女儿。在另外一边，雷克萨决定不再留在部落中，因为他习惯了独自狩猎，只有在荒野中他才能感受到平静。他向萨尔声明，我永远是部落的一员，一旦部落有需要，我会再次为保卫部落而战。另外，前面提到的仇恨之轮取自于官方小说《仇恨之轮》，小说讲述了在塞拉摩之战发生前的故事。其中最有趣的情节是，吉安娜遇上了一位她以为早已死去的传说级法师隐居的艾格文，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故事。艾格文甚至将自己仅存的法力都传给了吉安娜，而后来艾格文使用了假名，以总管和顾问的身份辅佐吉安娜。有了这位曾经最强守护者的指点，为吉安娜日后跻身艾泽拉斯 S 级法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话说关于艾格文，在60年代时还有个很流行的说法，称陈尼沼泽的塔贝萨就是艾格文。这个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一是因为陈尼沼泽中有奥尼克西亚的存在，而塔贝萨这样一个人类居然住在离黑龙巢穴不远的地方，可以猜测其本身具有相当的实力。其二，根据小说中吉安娜初见艾格文时的描述，他头上戴了一个褪了色的银色皇冠，
而在游戏中，塔贝萨会给玩家一个名叫深渊皇冠的任务。其三，小说中艾格温拥有一片菜园，而游戏中塔贝萨所处的地方叫做农场。有了这些线索，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成塔贝萨就是隐居塞拉摩附近辅佐吉安娜的艾格文。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在魔兽世界漫画中，艾格文为了对抗一个强大的敌人而牺牲了性命，最终这位最强大的守护者魂归故里，他被埋葬于卡拉站旁的摩根墓地中，因此塔贝萨是艾格文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好了，说完兽人与塞拉摩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把视野调整到东部王国这边，看看被遗忘者是如何加入部落的。此时被遗忘者的女王希尔瓦纳斯风行者发觉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因为他们的死对头血色十字军并不在乎亡灵是否拿回了自由意志，他们只想将其彻底铲除。面对当前局势，希尔瓦纳斯试图与奎尔萨拉斯的族人取得联系，他生前为了保卫奎尔萨拉斯而献出了生命，在成为了亡灵后最想要得到他们的庇护，然而血精灵却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理由很简单，奎尔萨拉斯就是被亡灵天灾所毁灭的，他们至今仍有阴影，他们畏惧亡灵，当然也畏惧被遗忘者。这里我补充几句，上期视频提到燃烧远征时期，血精灵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由希尔瓦纳斯牵头向部落领袖提议与血精灵结盟，才促使血精灵加入了部落。那么就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你前面不是说血精灵惧怕亡灵吗？难道后来他们就不怕亡灵了？其实在血精灵新手任务中，你会发现血精灵不仅有着失心者与阿曼尼巨魔的困扰，还要面对矮人卧底、暗夜精灵间谍以及天灾军团残余势力的威胁。而当希尔瓦纳斯向其伸出援手时，血精灵却将这当成了某种阴谋诡计，直到后来才慢慢接受了被遗忘者的援助。这说明他们对被遗忘者还是颇有忌惮的，只是在明面上没有表示出来罢了。而血精灵从一开始惧怕亡灵，到后来加入部落忌惮亡灵，只过去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在逻辑上来说，态度转变似乎太快了一点。另外，在第二次大战时，旧兽人部落曾攻打过银月城，当然现在的兽人早已不是燃烧军团的爪牙，但血精灵心中的仇恨并不会轻易消除。再加上血精灵向来不喜欢巨魔这个种族，这样看来，部落的大部分成员都与血精灵或多或少有些合不来。虽然联盟也与血精灵的关系紧张，但血精灵加入部落从剧情上来说是有些矛盾的。暴雪当年更多的是出于游戏性上的考虑。60年代又没有血精灵，我干嘛要聊这么多？好吧，接着说回被遗忘者这头。在寻求血精灵帮助无果后，他又同时向联盟与部落派出了使节，前往联盟方的使节迟迟未归。希尔瓦纳斯一度怀疑他的使节是否能成功踏入暴风城的大门。就在这时，希望出现在了另外一边，一位名叫哈缪尔符文图腾的大德鲁伊，他透过亡灵那可怕的外表窥见了他们的内心，相信他们的灵魂能够重新获得救赎。他将被遗忘者的使节带到了牛头人酋长凯恩血提面前，凯恩同意为这些亡灵去向萨尔争取一个机会。在萨尔得知了这群被遗忘者的遭遇后，他将希尔瓦纳斯邀请到奥格瑞玛，并对被遗忘者的经历深表同情，因为兽人也曾经遭到过腐化。而萨尔之所以想让被遗忘者加入部落的深层原因，是因为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因为他们生活在洛丹伦，如果联盟再次发起战争，幽暗城便会成为部落在东部王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现今天灾军团的威胁仍未根除，部落需要争取每一位盟友的力量来保卫世界，因此萨尔决定让被遗忘者加入部落。说句题外话，结合现在正式服的剧情，我只想问希尔瓦纳斯一句话：你到底是怎么招惹编剧和国服翻译了？ The Horde is nothing. You are all nothing. 好了，说完被遗忘者，我们接着来说说部落的其他成员。在上期我们说到暗毛巨魔定居于回音群岛，但当玩家来到回音群岛时，却发现岛上有着很多敌对巨魔，这当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原来在解决了库尔提拉斯入侵的事件后，沃金率领暗毛巨魔返回了回音群岛。然而好景不长，沃金的一位好友扎拉赞恩发动了叛乱，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黑暗巫术，剥夺了其他巨魔的意志，控制了他们的行动。随着巫术的影响不断扩大，拥有意志的巨魔越来越少。沃金担心所有巨魔都会受到他的控制，不得不命令暗毛巨魔放弃回音群岛。
可作为沃金好友的扎拉赞恩，此举意欲何为呢？答案可以在官方小说《审判》中找到些许端倪。小说讲述，在暗毛巨魔尚未加入部落时，沃金与扎拉赞恩这对好基友一同前往初始之乡，接受洛阿神灵的试炼。过程中，他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未来幻象。在扎拉赞恩的未来幻象中，他带领暗毛巨魔离开了部落，因为部落领袖太软弱，因此他成为了暗毛的新领袖。在接下来的试炼中，沃金也看到了他与扎拉赞恩决裂的幻象。在一切结束后，沃金成为了暗影猎手，扎拉赞恩则成为了巫医。之后，沃金试图回想过去几天看到的幻象，但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是徒劳无功，因为每远离初始之乡一步，记忆就会模糊一些。最后，那些关于未来幻象的记忆都被抹除了。其实，他们在试炼中看到的不同幻象，很有可能是他们内心潜意识的具象化。试炼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潜在想法，所以不管记忆是否被抹除，他们都已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选择。通过小说，我们可以判断出，扎拉赞恩叛变的原因多半是因为不信任部落的领袖。分析完叛乱的原因，让我们接着往下看。这场叛乱使得扎拉赞恩霸占了回音群岛，而至于那些跟随沃金撤离的巨魔，则在杜隆塔尔的岸边建立了森金村。顺带一提，森金村的名字是来源于沃金的父亲森金。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在编年史的视频里再详说。另外，在游戏中，玩家可以接到关于回音群岛的任务，任务要求玩家杀死萨拉赞恩，并将其头颅带回来。按理说，任务完成后，回音群岛受控制的巨魔理应得到解脱，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些由玩家带回来的头颅，总是会在几天后变成彩绘岩石、椰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也就是说，萨拉赞恩并未真正的被玩家杀死。该情况一直延续到大地裂变的前夕，不过那就不是我们本期需要探讨的内容了。而像这种同种族间内部分化的事件，也同样出现在部落的另一个种族牛头人身上。上期说到，牛头人在莫高雷草原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雷霆崖，爱好和平的牛头人欢迎各氏族加入雷霆崖，他们在凯恩雪提的领导下兴旺发展着。但是好景不长，在牛头人中出现了一支与其和平立场截然不同的激进派恐怖图腾，他们主张将卡利姆多上的劣等种族都清洗掉。更为过分的是，他们甚至对其他部族的牛头人也抱有敌意。通过游戏中的任务，我们了解到恐怖图腾屠杀了石爪山的牛头人村落，而从恐怖图腾的密信任务中，我们得知该组织背后其实另有其人在操纵，此人的存在威胁到了整个卡利姆多。那么恐怖图腾的幕后领袖究竟是谁呢？此人正是牛头人酋长凯恩雪提的顾问马加萨野性图腾。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野性图腾是国服翻译，英文名的翻译则是恐怖图腾。国服翻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越过了恐怖图腾。总之，谁都没有想到，恐怖图腾的幕后黑手竟然就安坐于雷霆崖之上，他驱使着恐怖图腾在卡利姆多的各处搞破坏。而他深藏已久的阴谋，直到大地的裂变，凯恩雪提被毒杀的悲剧发生后，才被众人发觉。而在60年代，他作为 NPC 为玩家提供了许多任务，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了将石爪山的风险投资公司给赶出去，让玩家远赴塔伦米尔寻求被遗忘者药剂师的援助。任务链的最后，被遗忘者竟让玩家用投毒的方式来打击敌人。从任务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加萨与被遗忘者皇家药剂师协会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且这很可能是凯恩悲剧事件的其中一个伏笔。类似细思极恐的剧情在60年代时还有很多，虽然60年代的剧情看起来没有主线，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剧情都藏在了看似不起眼的任务说明里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很像黑暗之魂的碎片化叙事。好了，至此部落成员的情况已经全部介绍完了。这个新成立不久的部落，各种族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不稳定因素，而联盟那头同样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下期就让我们来看看联盟的各种族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如果本期视频能使你对部落的各种族有了更深层了解的话，请关注、转发、素质3连支持一下吧。好了，我们下期再见。